父亲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论人前人后，换我老师便好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冒这一身血肉，都是父亲所赐。若不是父亲当年在健康收我为学生，悉心教导，茂也绝无今日际遇。此心此志，亦离不开父亲栽培，茂不敢不敬。好儿子。不愧是我谢家的儿郎。这几年你做得很好，借改制，动了盐铁，清了河道，百姓会记住你，拥戴你。可这场改制，终究是因萧无一而起。若你想成为这天下真正的主人，就得把挡在你前面的人，像这尘土般一一的清扫掉。灼灼，怀一腔赤诚，人不枉一生执着，手挥斥方遒，扶风起云涌，常怀想苍穹，矢志不忠，以命为守，勿忘，以魂招肝。夏无义，你要学会索取。一念心动，只只一眼，这瞬间。夏无义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那就好。你真是喝醉了你。我没有，我还有年礼要送给你呢。怎么样？我的妙手可是很赚钱的，我就把它赎回来。你要上战场，就要配最好的马，还能带你回家呢。瑶瑶，我会努力陪你过每
每个信念。等等，不带这个。古有个和田白玉的玉冠，是夭夭送给我的。今日是他册封的大日子，我想戴那个冠里。诺。摆驾，静安王府。太傅，您听说了吗？粮道出大事情了。萧家贪污挪用修渠款，用泥沙冲河沙，导致粮道坍塌，徭役死伤近百。县尉已经悬梁自尽，眼下愤民以至健康。今日来了很多人呐。是啊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请。今日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吏的官眷呢？恭喜恭喜！是不是你叫的？怎么会是我？肯定是五一啊！也不是我呀，那是……哎呀，爹，您别操心了，五一难得摆排场，大家不得撑撑场面？齐王殿下到！殿下，殿下，恭喜，没做过集市吧？哎，殿下来的正好。多谢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兄弟，只有君臣。何人擂鼓？这是有大冤情啊！有人敲登闻鼓，登闻鼓。民有大冤，敌军来犯，敲登闻鼓。但凡敢敲响这冤鼓之人，无论上告是真是假，都要先受30大杖，以证明自己并非诬告。那岂不是非死即伤？所以，若非真有冤情，谁都不会自寻死路。近日朝中定有大事发生。开始了。这是要状告何人？要状告为府统帅靖安王世子萧如意，靖安王府粮道奸凶萧瑶。大人为我们伸冤呐！吉时到。请监国齐王殿下授靖安王世子妃册宝，宣册封旨意。报！罪犯萧无义、萧瑶何在？臣参见殿下。下官此次来，并非有意破坏世子妃的册封礼，只是登闻鼓响，依大业律例，需即刻扣押首犯萧世子及萧大公子。两位得罪了。放肆！今日册封礼，我看谁敢拿人？我廷尉府拿人，从来不会无凭无据。可惜粮道垮塌，死伤过千，民怨沸腾。据查，县令魏敏是世子亲手提拔的寒门，在他的家中搜出了与世子和大公子多年往来的书信及黄金1000两。
更是从信中查出萧氏贪污修取款、以权谋私的证据。廷尉，儿子有罪，当爹的也应该有罪吧？抓他们俩可以，但是必须带上我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将靖安王、靖安王世子、大公子一并押入大理寺。臣领旨。命三司派员前往粮道彻查此案，若有冤，本王替他们做主；若无冤，本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。靖安王得罪了，世子，请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回来。请殿下赐册吧。请殿下加礼。萧世子如此气定神闲，是笃定不会被下官拿到实证吗？王府有本账册，记录了曾经想要向本世子行贿的各路官员名单。我已将名录抄录送入东宫，如今名录的底稿交给廷尉。若真有此册，方才为何不说？今日大庭广众之下，登闻古迹象，廷尉也是受民心所托而来，是真是假，都要大理寺走一遭才能服众。不来，伤的是廷尉之名；而我来，赌的是廷尉的能力。如此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世子才对。还有一事，望廷尉斟酌。世子请讲。素闻廷尉酷烈不阿，而我复年迈，我兄长腿疾甚重，熬不住刑罚。况且监修粮道所有政令皆是我下达的，严刑拷问，我愿替父兄领受。萧无义，你不用护我，我敢进来就不怕刑讯。年什么迈啊！我比他们俩都硬朗，要问问我。诸位放心，若查出此事乃是诬陷，下官一定会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。我既入狱，就是想看一看，那背后之人到底想做到什么程度才肯收手。阿紫，母亲喝了安神汤，已经睡下了。这府内的书信账簿都已经被扣下，会不会是廷尉府得了谁的授意，想要栽赃陷害？不像，今日来的那个陆廷尉是去年新提拔上来的，改制的这几年，他在地方上抓过寒门七士，也判过世家圈战，是位刚正不阿、一视同仁的酷吏。他今日亲自来抓人，定不会无凭无据。这苦主告的是北府修渠贪污受贿、偷工减料，导致粮道坍塌，砸死要役。大哥绝不会。书信、账簿，那行，女郎，你对账簿过目不忘，这几年的账簿都是你帮我。你帮我把账目复原回来吧。诺。账簿。
书信，自己。怎么了，阿泽？啊？不是，我只是突然想起来，青龙跟偃月去哪里了？对哦，青龙偃月呢？萧夷、萧居已入狱，让你伪造的书信可准备好了？怕暴露吗？对萧家，这是死罪。这可是萧氏罪有应得。答应过你的事不会食言，我已向齐王殿下请旨，重开兰台会。先起来吧，来。赵林，到时候你就会是我谢怀圭的学生，而且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你的出身。学生谢大夫。你身后那帮为你做假账的人，可信得过？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做事。太好了。你没事吧？快走！刘先生，何时做了太傅的走狗？先生知我有藏书，逍遥、萧无义，甚至萧老王爷，都曾借阅批注。于是先生便借我之手，通过借书往来，得到萧家众人的字迹。难道先生当年还我父别？这是父别，以此为证，他日定当偿还。说要还我救命之恩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到了我的用处。绝不是，在下心仪娘子，却不敢相告。我早已知晓。这2年，我常出入书局，你难道不知我意？正因知晓，才深知在下配不上娘子。无论是当年的世子妃，还是现在的何家主事，我都配不上。我只是一介布衣，一腔一气，谁都可以琢磨，唯独只有太傅，他答应我了，只要萧无疑倒下，世家重开兰台会，他就可以给我一个官职。你在家中航散，曾在鹿鸣书院求学，与我二哥同床。那时的我，常偷偷换上二哥的衣裳，跑去书院旁听。一来二去，便与你相识。你我志趣相投，常在一块研读。二哥这才告诉你，我是女儿身。你又惊又喜，说要回乡禀告双亲。可偏偏那个时候，我的姑母何太后要在族中选一人与靖安王府联姻，可我钟情于你，姑母得知后，派人将你监杀。我以为你已经死了，
可我没想到，那天在书局，裴润恒竟然再次见到你。不可能！你绝对认错人了。你生肖属火，你的左臂有一颗梅花形的疤，那是我们在书院后山采桑时，你为了护我，被野蜂所蛰。还有你的笔记，我绝不会认错。那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在我加入靖安王府的第2年，太后便找了个缘由，给裴家定了罪。你父兄皆死，母亲抑郁，携女自尽。我是和氏女，与裴氏早就是血海深仇，我不敢让你想起过去。我还自欺欺人的以为，只要我不说，便能与你有个新的开始。可我没想到你竟会被谢怀圭诓骗利用。三郎，你如今还能迷途知返？我有所已废，已经无法再证明那些书信和账簿是我所伪造。你活着就是人证。佳玉妹妹，太傅究竟想定萧氏何罪？通敌。叛国。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说出来。事到如今，三郎，为了曾经的自己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山河坊3巷，那些伪造书信和账簿的书生都被藏在此地。动作快的话，兴许还能救下活口。又晚了一步。如今设伏未分，期望来得早了些吧。这几日，逍遥粮道贪腐，萧区买卖军资，出卖军情的罪证越查越多。不仅仅是萧家，还有不少你提拔的寒门官员也拔出萝卜带出泥。如今这健康内外已是群情激愤，要求必须严惩靖安王府，严查寒门官员。你觉得自己还有生路吗？文熙太子。从陛下将雀骨令交还给你之日，我就确定了你的身份。从粮道监修到通敌卖国，和当初安禄二世覆灭如出一辙。谢太傅为萧家定下的罪名，可真是让他费心了。你果然知道安禄之案背后的真相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太傅这次下了死手。谢家瑜动作很快，找到了伪造书信账簿之人，只是他手断了，无法作证。看在你我昔年兄弟之情，我可以留萧家满门一条心。你提出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。交出北府和雀骨令，写下和离书。我要你亲口告诉谢家瑜，你要与他和离。你觉得可能吗？
我觉得可能。谢家玉，他是一个人，他的人生，他的感情，都该由他自己选择。你逼他回头，到底是因为爱他，还是因为恨我？那是谢家瑜当初自己就选错了，我只是给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罢了。雷一之，你不该拖萧家和其他寒门下水。你真以为你提拔的那些寒门，个个都是才干人品俱佳吗？酷吏贪官多出于寒门，百姓早就对改制感到深恶痛绝。就算你所为是为了挽救大业，那么请问，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你所为呢？又有多少人能够领你的情呢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你死。而你也不完全认识你这位父亲，萧居并非被拖下水，他和你那位母后，都是安陆冤案的凶手。他自私懦弱，为了一己私利，可以毫无是非底线。萧氏覆灭，也是必然。若你真想保住谢家瑜的话，和离是唯一一条路。粮道垮塌，萧氏贪墨，萧世子入狱，君臣不和。你很聪明，知道安陆20案的真相才是谢怀贵的心结。他要是得知萧居当年明知冤情却隐瞒不报，一定不会放过萧家。萧无义入狱了，你高兴吗？他要是死了，谢家瑜则失去倚仗。你哥哥如今是名副其实的监国，你也能回到南叶了。妾如今是王爷的人，此生也不会再回到南叶。北府军没了萧无义，就没了战斗力，再也不是王爷黑鹰军的对手。至此边境无忧，妾该恭贺王爷才对。是吗？明明是替你哥哥除去政敌，还能把这话说得这般漂亮。王爷，今日参与走马川阳的勇士们都已到场，牛羊和夜奴也已入马场。知道了。那我为王爷更衣。老君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是不想要他，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是不是？我没有。老君，还是晚了一步。只有柳昭林这个忍者，可是他的手又废了，恐怕难以扶住。不晚，至少知道是谁下的手。佳瑜，有件事不得不和你说了。萧无义如果再这么作下去，
估计连1年的寿命都撑不住了。萧无一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。那他现在如何？控制的不错，在密室或夜晚看不见的情况下会多些，但他应该已经习惯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大理寺会用刑。我听袁姬说，那位陆廷尉是位酷吏，若伤势加重，就不好说了。为今之计，就是尽快想办法把人救出来。上河坊3项人去楼空，太傅捏造罪名，将浴血沙场的北府统帅栽赃诬陷成一个通敌叛国之人，午夜梦回，当真不觉得良心难安？夭夭有心了，良心难安。我不过是做了他当年做过的事。你是说，靖安王陷害安禄二世？他明知安禄内情有冤，却隐瞒不报，跟陷害有何差别？还有萧无一，他既然是文熙太子，自然要为他的父母所犯下的罪孽赎罪。夭夭，炮制一场冤案，对别人来说或许不公，但是对于萧氏，对于文熙太子而言，那是天意，天理循环，是报应。阿父，安禄二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便如今日萧氏所经历的一样。女郎怎么知道太傅书房内的机关呢？又是贪玩，也是无意中发现此处机关。女郎知道盒子里装着什么？不知道，但必定是对太傅鼎鼎重要之物。齐州、青州，还有泸州。你们去哪儿了？世子出事后，我和青龙奉命去泸州找人。谁？秦王殿下的养母，卢王氏。本来此人一直在世子的控制中，不知何时被人毒杀，我们还是剧晚了一步。又是晚了一步。其实郡主也曾派我去过这3个地方，找过这位卢王氏。就在齐王被封监国不久，也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没有随郡主一起去临风铺。阿母让你去做什么？调查齐王的身世。为了阿茂，为了谢氏，你必须当这颗棋子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乐君为何要杀我阿母，我阿父和阿母为何在我成婚后和离，阿母为何一直不同意阿茂与我在一起，我全都明白了。靖安王世子妃谢家瑜，拜见监国齐王殿下。让他进来吧。靖安王府贪赃枉法，通敌卖国之事，已查实。无论你多想帮他，萧无一除了交出北府军权，写下罪己状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今日来，是有一样东西给你。
萧无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，若他想要你这个位置，不必等到今日。你就这么信他吗？事实就摆在那里，无论你信与不信。那若是我将你扣在此处，这些证据就毫无意义。瑶瑶，你别逼我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礼貌了。若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大不了玉石俱焚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脱下这只世子妃的符纸，离开萧无疑，永远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手中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现，信是被我拿走的。我给你3日之限，若3日后我不见无疑和萧家众人归来，不见大理寺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，那么这份生平秘帖，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内容，会传遍整个健康。阿茂，无论是不是世子妃，我都是谢家玉。有没有和萧无疑在一起，我都不会选择和你入宫。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过得很开心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瑶瑶来过了。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身世的？从长沙王兵变逼宫，你被突然推到监国之位的那一刻，我以为至少是在乐君除掉郡主之后，没想到比那更早。那夜，当我在健康宫中看到你时，我就在想，谢太傅蓄谋已久，为何偏偏选中了你？果不出所料，陛下立马就派人前往齐州，去探查你的身份。郡主的营使也前去凑热闹，查到了不该查到的真相。但为何那时你不？为何没有揭穿你，将这欺君之罪公布于众？因为你和我有同样的志向，我完成不了的事，你可以替我完成。我不需要一个无能的好人站在那个位置上，野心、手段他都需要有。我不觉得你的出身有任何问题。你不在乎那至尊之位，但是你需要个帮手。所以你选中了我。为了你的志向，我失去了瑶瑶，我失去了我的人生。我不甘愿当你的傀儡，更不甘心瑶瑶对你死心塌地。她那么热爱自由的一个人，居然甘心束缚在你身侧，为你付出一切。世家大族以为够河北秦，就能换来平安一隅的繁华，但这仅仅是健康城中暂时的繁华。健康城外，多少北京的百姓还生活在战乱之中。
如果不除掉北秦，夺回故土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。一直，这是你在逃亡健康途中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自己忘了。选中你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心追随着你的温热，回忆勾勒你的轮廓，天地在耳边寂寞。若逆着风，代价为何？执你执我，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？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